地府身处于九幽之下，对于三界来说，地府就是一个特殊的部门，它掌管着三界的太多东西，如论权力，甚至比天庭还要大上一点。因为天地之间最厉害的规则就是生死，地府要管理着世上每一个人的寿命，甚至包括全部神仙的，所以地府的权力毫无疑问是三界最大的。从一些书中我们知道，地府非常非常的大，甚至超过了凡人界。三界中只要是有灵智的东西，死后都会魂归地府，进入地府之后还不能立即投胎，甚至有些孤魂野鬼在地府之中一待就是上百年才有轮回的机会，所以地府非常之大，自然需要许多官职来管理这些魂魄。所以地府之中自然有一个个鬼魂聚集的城市，其中最大的一个就是我们熟知的丰都城。今天我们讲的这位神仙就是丰都城城主丰都大帝。其实阎王乃至十殿阎王并不是地府真正的统治者，不过身为审判官的阎王爷在我们民间影响力太大，导致我们会误认为阎王爷就是地府主宰。说起丰都大帝，就不得不提他一个技能，那就是生死。他可以直接运用天地的生死规则，施加在每一个人甚至神仙身上。除了这个，他还掌管着天地间的财运、命运等等小规则。为什么说他比玉皇大帝还厉害？玉皇大帝为了牵制地府，动用了四御之一的东岳大帝，他们这座就是怕地府脱离天庭的掌控。地狱和地府是两个不同的地方，比如说中国传说的18层地狱，这些地方就在丰都大帝居住的下面。丰都大帝不仅掌管地府，还掌管着不同的地狱。传说丰都大帝掌管的地狱多达36个。至于为什么地府比天庭要厉害呢？上面我们说过，地府之中生灵众多，孤魂野鬼的数量甚至超过了人间和天界的总和。这么多人，这么大的地方，自然需要非常多神职或者阴兵的管理。如果说天庭的天兵天将多达50万人，那么地府的阴兵鬼将最少是他们的3倍。虽然实力差别大，但是俗话说难敌四手，遇到这么多的阴兵，天兵们自然是打不过的。再往上一层说，地府的鬼差数量也比天庭中等神仙要多，牛头马面，黑白无常，这是我们熟知的。其实地府鬼差并不是这4人，如果地府就4个鬼差，天地间生灵死亡那么多，他们4个怎么忙得过来？地府再往上走，有5方鬼帝、10殿阎王等等，再往上还有丰都大帝。这么来看，地府顶尖实力的确要败给天庭。丰都大帝其实就是阎王的顶头上司，掌管地府一切的存在，相当于天庭中的玉帝，而实力可要比玉帝厉害多了。下面我们来说一说关于他的传说。丰都大帝又称北阴大帝，而他的起源比阎王要早很多。以前的人们供奉的都是丰都大帝，而近些年大部分供奉的阎王，有许多古书记载，人死后不是去地府的，而是丰都。现在地府的说法就是丰都的演化，而且现实中也有丰都这个地方哦。在重庆市下游丰都县的长江北岸，就坐落着一座神秘的丰都城，也叫丰都鬼城，而里面有许多地府里类似的建筑，比如奈何桥之类的。这个地方也有许多人认识是鬼门，也有传说称在丰都县的下方就是真正的丰都，而丰都大帝就是里面的王。下面我们来说说丰都大帝为什么这厉害，玉帝和如来也不是他的对手呢？第一就是丰都大帝的起源比较早，他是冥界的帝王，天下鬼魂为他所用。上面我们说了，世间分为3界，地府的鬼魂丰都大帝可以用吧，而还有人界也可以，因为人死后也会去丰都大帝之下。所以说丰都大帝是间接性的控制了2界，论实力比天庭厉害多了。天庭怎么补充实力呢？就是修炼，人界100万人中能有一个当神仙吗？所以跟丰都大帝简直不成正比。丰都大帝还有个传闻，他的前身是英雄神农，而神农是什么人物？大家千万不要以为他就是个医生，其实神农的另一个名字就是炎帝。说起炎帝，那可就厉害了。天地初开之际，那是大帝之一，那时候估计还没有玉帝佛祖呢，曾经和皇帝一起打败了蚩尤。
我们也成为炎黄子孙，你可想而知。估计玉帝见了他的面都要叫一声前辈吧。和三清见了面，估计也是平起平坐的人物。通过了以上的分析，大家心里清楚了吧？为什么三清也怕他？虽说三清和炎帝他们不是一个文化里面的，但是如果真拿来比较，谁强谁弱还真的说不准。如果酆都大帝真想要攻打天庭，天庭还不一定真能挡得住。但是地府中还有一位神仙，在三界中也不常露面，他甚至比酆都大帝还要厉害，也有可能他是酆都大帝的师傅，他就是地府的创建者后土娘娘。当时还没出现玉帝天庭的时候，大家供奉的就是这位后土娘娘。在那个古老的时代里，大多数人相信天地是分开的，也是对立的。后土娘娘也被称为大地之神，掌管着大川大河万物生灵的存在，所以当时人们供奉后土，希望后土娘娘给予丰收，避免灾难。后土娘娘也是中国神话体系中三清四御中四御的最后一位，是四御中唯一一位女性，所以主宰世间的女性，同时主宰万物生灵。还有一种说法是后土娘娘是巫族的后人，巫族在上古世界中杀戮太多，后土娘娘为了还清族人的罪孽，只能多行善事，扶佑百姓。总的来说，后土娘娘在中国古代人民心中的地位还是很高的。那为什么《西游记》这本书中并没有对后土娘娘进行记载呢？主要解释来还是时代的问题。后土娘娘最盛行的时候是女性社会，也就是上古时代。从晋古时期以后，男性的地位越来越高，男主女卑的思想盛行，所以对于这样的女性神仙，吴承恩不做记载也就可以理解了。而地府就是这位娘娘创造出来的，起因是巫妖两大种族大战，这时后土娘娘看到了世间万物因为这场大战痛不欲生，活在人间炼狱中，便有了感悟，突破了现在的境界，也为了赎罪，便深化六道轮回，创建出了地府的核心，让万物生灵就算死去，至少也有个归宿，他日也有重新投胎的机会。所以说，后土娘娘突破境界后，应该已经迈入了圣人境界，实力应该堪比三清。再有一个原因，因为《西游记》的故事原型是原曲《西行记》，也有人说叫做《西域记》。同时期还有很多的神魔戏曲，比如《平妖传》《搜神记》等等。所有的戏曲对于后土娘娘的记载越来越少，也就是说，后土娘娘其实正在失传，平民之间供奉后土娘娘的人也越来越少了。不得不说，这也是中国文化的一种悲哀。后期男性社会中出现的三清四御，也把后土娘娘纳入了四御中的一员。后土娘娘也是三清四御中唯一的一位女仙，可见后土娘娘的地位有多高。后土娘娘还有一种说法，盘古开天辟地之后，巫族掌管着大地，妖族掌管天空，后土娘娘也是12大巫中的一员。两族日积月累的摩擦碰撞中，双方迎来了开战，其中也避免不了大地上无辜生灵的惨死。后土娘娘身为大地之母，看见人间惨不忍睹，万物被毁，她做了和女娲一样的决定，远离战争。后土娘娘远离战争后，就找到了一处地方修炼，因看见万物生灵的死去，后土娘娘突破了自身的修为，迈入了和盘古一样的圣人界。后土已经属于上古人物了，她是第一个感悟透生死之人，所以她创建了六道轮回。酆都大帝也掌握生死，所以很有可能酆都大帝是后土娘娘的徒弟。这种上古大神出马，天庭拿什么来挡？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，喜欢请点赞、关注、转发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